好，头整座下来之后要注意它的大灯的线，2个线组，要把它大灯跟日行灯的线组要分离。很明显的看到，后面这一组我们已经慢慢的在脱离这个车子的骨架了。好，我们现在是要测试雨天的效果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我触控？所以我们故意下雨天出来做测试，只要开蓝牙跟 GPS， 它就会自动连线到这个导航画面做预备。这个导航体验还是要手机这边来做操作才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 CarPlay 做操作了搜寻。今天感谢 Apex 提供的赞助商品，这是 MMBCU 和 DRC 使用的空滤盖。看完影片之后，依照问题在下面留言你的答案，我们在月底就来抽出这个空滤盖。嗨，大家好，我是奈森。那相信大家都有手机大太阳下面晒久之后发热，然后手机没办法充电的问题。那我去装了这个遮阳罩，改善一下这个问题。就用没多久嘞，它遮阳罩我们这个机车震动把它震断掉。那现在是把它做一些修改，然后把它固定在上面，强化了它的结构。那暂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可是呢，我就在思考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装 CarPlay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下雨天或太阳大的时候，我可以放包包里面充电没有问题，然后直接用 CarPlay 就可以了。这次找的是有和机车原厂配合的国际大厂安博，那让他们赞助一台 CarPlay 先拿来测试。那看过它的规格之后，其实它里面的镜头和晶片都最新等级，至少没有半天连不上去的问题。这上面是 GPS， 那是它线材，这是镜头，2颗镜头，然后这个是遥控器。可以直接遥控。这还有那个胎压感应好，我们现在接上电源。我们电瓶把线接上去了，现在是要接这个电源线。然后接上去之后，它就开机了。好，现在已经连线了这个蓝牙打开之后。蓝牙配对完成，它自动帮你做 WiFi 连线，所以以后开机只要你是蓝牙开的，它自动就会配对连上。那先装到我的 Forza 750上面看看。首先测试是装在原本的仪表上方，在风镜的内侧。我是在它的原本遮阳罩上面粘一个球头，然后透过球头结构来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那这球头要粘得够牢才行。那目前看起来这照片是 OK， 可是后来我把它摇一摇，这个球头直接掉下来。那接下来是装在我的那个把手油杯旁边看看，这高度刚好可以闪过这个照后镜的一个视角，不会对照后镜造成影响。那左手操作也很方便，很近。那因为我有点老花在骑车的时候我会戴近视眼镜，那近的反而看不到。那这一段是一个跑山的画面。大家可以看看装在这个位置的效果怎么样。接下来是在西滨快速道路上面时速100的测试，那看看这个位置各位感觉怎么样？从前面看的视觉效果，那现在是装在这个MMBCU 上面做测试。我们现在是装这个照后镜的位置，用照后镜的这个锁点。我们现在插电插电之后马上开机，开机就它自动黑点。等手机有配对过之后，蓝牙打开 ，WiFi 打开，它自动就连线了。那我现在是没有戴眼镜啊，
没有戴眼镜的话，这个距离还可以看到。那如果有戴眼镜的话，这个距离可能就看不到哦，因为我是又有老花又有近视。那我戴的是近视眼镜，戴近视眼镜之后，我近的反而看不到，只能看远的。那年轻人的话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哦，现在连上去啦，画面出来了。好，我们现在把它这个刚好这个中镜的一个铁架哈，还有一个 M6这个螺孔可以使用，那你就直接锁在上面，好，在上面锁一个球头，然后透过这个球头来固定这个我们的 CarPlay。那可以看出来哦，它这个角度其实跟仪表很近，那高度其实是刚刚这个照后镜的高度会比较高一点点，那这个高度比较低一些些，那距离来说会比较远一点点。看个人啊，看有人喜欢在装在这里面。我们用不同角度看一下它的外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安装到这个位置，比较整体感。开始正式安装。嗨，又见面了。嗨，大家好，我们就是今天来特别教导大家认识一下这个曼巴的主体的这个结构。那我们等一下会拆车。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跟耐森又在合作了所以说那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呢？我们今天要装 CarPlay 这个曼巴装 CarPlay 的有啦，可是不多。然后我们就顺便拆车顺便教大家怎么样拆装这个车子部分。好，那我们就先从就是曼巴的就是后半段开始做就是拆解。那当然从后半段来拆解的话，我们一定要拆这个坐垫马桶。那这坐垫马桶要打开的时候啊，就大致上固定几个螺丝，它要准备几个工具，当然要有一个踢杆10号，然后十字，那不要忽略这个下面这个地方，还有隐藏的这个安全扣的螺丝，不然如果硬拉起来它这个很容易就是会坏掉哦。好，我们拿一个小油渍把它拨开。好，这样子车厢就可以拿起来。但拿的时候你稍微只要留意一下，是不是有东西就是没有拔到会不会就是有干涉？大家看一下好，顺的，我们就顺利把这个车厢拿起来了。好，先放旁边。再来，我们就是要拆解这个后半段这个壳面的地方。一般来讲我们不会拆到这么细。今天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就是让大家看清楚里面的轴线啊。在这个轴线上面也是蛮用心的，所以说我们特别把这个后半截给拆掉。好，那我们继续。那这个后半截拆掉的话，那当然这个不外乎扶手。再来就是左右的边条那左右边条其实拆一边就可以就是做个 demo 了做个示范一下。是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后面这个边条要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它这边也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暗扣，安全螺丝扣。好，那往后拉，往哪个方向？往后面的方向。车尾的方向。是的。那当然没拆过一定会比较紧那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拉松，向后的方向。对，好，松了。卡榫是往后的方向。对，往后方向。好的，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以曼巴这个后车壳，它就是跟前面的中间这个部分，它是有锁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特别去注意说，我们往后面整座这个后壳要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有没有隐藏螺丝。那再来我们就换另外一边咯。
那边有塑胶扣嘛哈。是的，两边一定是对称的啦。好，往扣的方向就可以退出来。往后的方向退出，好，再来，我们再继续。那想请问一下哈，嗯，这边有高压线圈，那我们的是走线有没有说要分哪边呢？其实现在很多的电子零件，尤其是这个行车记录器，他们随着这样的时代演进，它越做越好，他们一定在这个线上面都有做这个抗干扰的一些措施啊。好，所以说我想安博这个 CarPlay 在安装的时候，它的这个走线上面，虽然早期大家都会很认真说一定要避开点火线圈，可其实就是当然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也会特别去避它啦。我们可能就是要去走左手那一边，就是坐在车上的左手那一边。但实际上，那你也要看这个东西，如果早期的东西它会特别怕干扰，那你就一定要走在左边。现在的东西只要它有抗干扰的情况，你就算走在这个点火线圈的周遭也是 OK 的，也不影响，也不影响它的状况。好 ，OK， 再来，我们先再拆一下这个中央的护盖。那这个脚踏垫是我另外锁的啦，不是原厂的。对，有时候这个方便啊，下雨天的时候怕滑，防滑啦。是啊，这是那个中央副水箱的那个盖子。既然开了，我们也顺便添加一下副水箱水，对，补一下副水箱水，谢谢。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在这里，它的那个水位比较低，尤其现在夏天都蛮热的啊。好，我们稍微补充一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整体的结构，在这个上面，这边有那边有一颗螺丝，隐藏一颗螺丝。有一颗螺丝，所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可以松动嘛。对。那当然还没有到可以拉下来的程度啦。好，我们到另外一边也看一下。对，这边有一颗螺丝。这边这颗螺丝。是的。好，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它是可以就有空隙就可以出来了。可以动了。整座的一部分它已经开始让我们动摇了。好，再来就是后半截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后灯跟车台锁在一起。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后灯跟车台的部分。你说好，来看这个金色的螺丝，还有2颗螺丝。对，还有金色的螺丝。那我们来看一下，把它放开。来，感觉到它这个后面的这个壳面有往下坠的感觉。好，那我们就稍微动一动，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可以动啊，整个都在动，已经松开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当你要把壳拿下来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后灯都在这上面，方向灯这个部分。所以说呢，有灯表示有线，那我们拉下来的时候不要太粗鲁，我们还是温柔一点，慢慢的往后退。然后拉起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插头要拔的。来，第一个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在这个地方后尾灯的线路还有这个控制盒，它的主要的这个怠速熄火啊，这个整流器，还有无启动马达的系统，就靠这一个盒子在运作，它不是电脑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电脑。好，那我们把它插头拔下来。好，让它可以跟它分离。那再来就是这边后尾灯的插头，拔一下。这是因为上一次那个行车记录器装的线啊。是的，我们上次把它整理的还不错，它到现在这样看起来也没有任何就是受损的痕迹。好，那我们再慢慢松。当然松的过程之中，如果你是新手，我们还是要慢慢的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没有拆到的东西慢慢的从前面拉往后拉。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又有插头没有那个下到，那我们就是特别来拨开，有一个隐藏在里面的。
在我手的后面，这个也是那个控制盒，刚刚讲到了这个3合1的控制盒。当然它这个在比较里面啊，这完全凭手感。刚好在背面，对。对，是的，那我们就要那这真的要经验，不然就找不到。对，所以这个不好弄。我们找一下。有。好，这样就分开。看一下它那个头。对，然后它是挂在车台上的一个扣钩，它不是插头拔掉这么简单，所以要把它拨开来。好，那很明显的看到，后面这一组我们已经慢慢的在脱离这个车子的骨架了。好，那当然，它其实不好拆，也不好回去啦。今天不是特别就是要一定要拆这件事情只是说，为了要方便让大家看到它走线是怎么走的，所以我们把它特别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那大致上是这样子。好，那拆到这边来了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拆因为等一下我们的镜头要把它安装在这个后中心盖的位置里面。OK， 好，那它这个上面这块中间的黑色的盖子，其实啊，你不用拆到这个整座后半段的这个壳啊，我们一样也可以把后中心盖下来啊。只是说你要特别去看一下它的那个螺丝的位置。它总共几颗螺丝啊？其实也就6颗而已。后面那个壳要6颗螺丝才能处理掉。只是说平常没有拆的人，他都要特别小心。我们这个螺丝，如果你没有把这整座像这样子拉下来的情况之下，那你这样很容易掉到下面去你要找螺丝。那请问螺丝大小都一样吗？还是有分？都一样，长短那些都一样。那拆这个有卡榫吗？还是它有卡榫，我们要稍微慢慢的拨一点，就是把它拉出来，往后的方向了，对。是的。好，那我们要挖呢，原则上我们就把它挖在比较切起平面的位置，等一下才会比较好看。好，那我们就开始挖咯。那当然挖这个东西也是要看这个镜头的大小我们就先做一个洞，做个小的洞。好，那当然我们先挖一个基本款的小洞先过去，再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镜头到底有多大。我们先这个通常镜头都是会有挂延长线，然后还有一个分离式的这个插头。其实现在的行车记录器都蛮贴心的啦不用一体就一条线哇拉很远拉到主机去，这下子你要拆的时候你就会很疯狂，这下就是要拆到全部。来，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这镜头。通常这个镜头老实说，越小你画素画质又要好又要高，这是很难的事情。那个东西产品一定很贵。那所以说呢，行车记录器的镜头大部分大颗的这种大颗一点的，它的画质或者是它的锐利度，我想它都有一定的水准之上。那这个镜头来讲，有些呢是完全封死的有些呢是可以分拆的。像这个，来我们看一下，它是可以转开来的转开来它也可以去附上它套的这种环，然后去锁在支架上面像比如说挡车像这种塑胶车，我们既然要做隐藏了，这种环对我们来讲，在目前当前这个状况之下是没有帮助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壳是可以分离的。那我们等一下挖的时候，我们看是先以这个大小小的为主挖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去调整它的那个水平的高低。那如果可以的话，看是不是它在这个部分用这个盖子把它锁上去，跟壳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行，我们再继续往后挖，好，慢慢的去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好，那我们开始吧。好，那就然后下一边比较接近水平的位置了。对，好，然后我们就慢慢修。好，我们现在把后镜头完成。
这个我们等一下在上车之后，因为它的着重哦，这个壳其实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它不是这样子上在车上面，它是有点微微倾斜的。所以说，当你微微倾斜的时候，在挖这个洞其实是蛮技巧性的。那接下来是要先拆前面的部分，首先要把这个风镜先拆开。好的，来。其实曼巴哦，它的造型呢很百搭，再加上这个风镜上去哦，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有那个味道。好 ，OK， 完整。这你自己挖的哦？啊，对啊，也蛮厉害的哦。这边还2颗螺丝是那个小盾牌的用的螺丝，小盾牌的螺丝。然后这个往外搬之后要往下，对，这2个方向灯的线它有分左边、右边哦。它原本线色是什么颜色，就要装什么颜色回去。有卡榫，对，要退聘还是不要装错边，装错边就好玩了。你打左边方向灯变右边方向灯，反正就黑色接黑色，灰色接灰色。是的。那前面这2颗大螺丝呢，就是用来固定 H 壳用的。风镜支架也是锁在这个地方。好，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面板整个卸下来。我们刚刚已经卸掉了上面的那个盾牌。那刚刚上面那个盾牌蛮重要的，它等一下就是我们要隐藏这个前镜头的一个关键的元件。它这面板是一大片哦，那我们就是把它螺丝都放松。左右各2颗，对，侧面的。头要下来了哦。好，头整坐下来之后，要注意它的大灯的线，2个线组，要把它大灯跟日行灯的线组要分离。好，那我们大灯就另外放，这个 H 壳就拆掉。前镜头要做隐藏，其实就在这个小盾牌的这个上面。那我们要把它看进去这样一个概念哦，我们到时候这样才有办法，就是看在这个缝当中。现在这个后镜头的配线哦已经穿好了哦，因为它都脱光光了，所以直接穿线哦，然后束线再束好就可以了，然后穿到前面来，哦，到这边出来就可以了。哦，等一下就是接线，比较单纯。好，那我们慢慢上去的过程中，都要特别检查一下它的线有没有插到插头啊，或者是这个卡榫啊有没有进去啊，这些小细节都要注意一下。好，那我们这样子，就大概3-2秒，我们就把它扣回去它的定位点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插插头，控制盒的插头，然后刚刚这个比较难装的这个 pin 躲在里面的，我们先扣回去。然后我们再摸一下，这真的是凭手感。然后我们把它扣回原来车台的位置。好，这样就扣回去了。好，然后再来后灯线，然后还有后镜头的预制的线。在这里，这是后灯。后镜头。好，然后控制盒的这个插头，好插进去。好，原则上我们这些插头大致上要完成咯。好。都插完了，那我们固定一下这整个后座来开始固定起来。来，首先把前面的那种隐藏螺丝啊，先锁起来。隐藏的螺丝，这个锁起来，然后再来呢，把它的那个后灯后灯尾灯固定的那个2个10号螺丝抓一下，好抓定位因为它这样子它才会回到它原来的位置。
先后面进去，再往前推。是的。我当然前面要稍微抓一下位置啊。打笋是往前的。好，看卡榫有没有进去，摸一下。好，再把它锁起来。塑胶塞，或是塑胶扣。好，换边那两边一样，另外一边就不拍了。后面，上面先上。上面先上，对，然后前面这个是稍微掉一下进去。再锁下面的。然后有3颗螺丝。拉到吗？对，然后再从侧边，我们镜头带近一点来看它这个就是水平的位置。好，现在把螺丝锁上去，总共是6颗螺丝，都是银色的。中间这个螺丝还防呆啊，螺丝在防呆，对，就是防止跟其他的那个螺丝长得故意长得不一样，颜色不一样，然后那个牙的大小也不一样，粗牙，对，它粗牙。所以锁这还真的要那个长十字，对，底下的2颗，底下是3颗，上面3颗，下面3颗。现在要装后扶手，OK， 完成。再来，马桶。1、2、3，那个塑胶扣。好，后半段都完成了，换前面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装这个面板的部分。
哦，装面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先装里面的那个线，一定要插头日行灯跟那个大灯的线。对，很多时候太兴奋，马上要装了，一装哇，忘记插插头，哦，这个要注意。好，完成。先不用锁，就是看怎么穿线，然后打洞的地方就线变很短。经过测试CarPlay 线要从支架中间穿过来会比较 OK， 方向灯的线要从左右两侧这个框穿出来会比较 OK。那左方向灯呢，它的线是橘色线，右方向灯呢，它的线是天空蓝的色线。那刚刚讲的方向是站在骑士的方向来看。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把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前镜头的这个小盾牌，然后再配合像这个 CarPlay 的主机，我们要穿线进去。好，我们已经挖好这个洞。请问一下，来，这样的话雨水会不会从那边进去啊？雨水怎么会从这进去呢？不用担心，其实车体里面的线路也都防水。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你看，你现在这样子回去之后，下面这个原本的洞就这么大。那你骑车的时候，风一直这样灌，就算雨水这样子进去，它也是 OK 的。除非你像去洗车场拿那个强力水柱直接对这个孔这样冲，当然是不行啊，因为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压力啊。那基本上一般的风压或者是大雨，这个都是撑得住的。它里面也有做良善的这个泄水的孔道、泄水的通道那还有这些里面的这个插头都有做防水的措施，所以不用太担心。好 ，OK， 那我们就来穿线呗。来，好，要穿线的话，我们就因为这个洞我们这设计比较小一点，我们就一条一条穿，1、2、3，它也不过3条线这蛮简单的所以说其实使用上面或安装上面不会有太复杂的情节。好，那我们再把它这个就是橡胶导正它的位置。好，然后我们就进来了。OK， 那我们进来到这边来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主机还没有固定，所以我们必须2个人那另外一个人就是帮忙协助把这个主机扶着一下。然后其他这个部分，来，我们再拿一下这个小盾牌。我们就开始要接起来咯。那接起来要接什么呢？就是方向灯。那再来我们就是开始去接它的这个行车记录器3条线的线。好，现在先接线。OK， 那这边说明一下方向灯要从这个里面支架的两侧穿才不会压到线。对，因为刚好有这个风镜的支架，一般是不用这么复杂啦。老实说，那方向灯这边我们用口述这个部分，方向灯它颜色是有分的灰接灰，黑接黑。它其实是左边橘色，右边天空蓝色，而且你支架不能先锁，你还要得先把它们穿好之后，对，接好线才行。是啊，我慢慢的下去，然后才能锁到，然后线才进得去。好，来，小壳。OK， 好，我把小盾牌先锁起来。有了。OK， 上支架。对，上支架。OK， 胎压侦测器是这里面安装最简单的只要把旧的汽水盖拔掉，
然后你要唯一注意的就是它上面有分 F 跟 R 这2个字母 ，F 就是 from 就是前面 ，real R 开头的就是后面。所以打气也没影响吗？没影响，这样对打气的人来讲好方便，拆装这样子而已。啊，就是要特别注意后面这个部分在装的时候会不会碰触到卡钳，不过我想是不会啊。好，我们现在配对前轮，好，现在没有嘛？绑定前轮它出现30秒，这时候你把这个胎压升降器管在锁上去，配对好了，它数值已经出来了，看。今天曼巴就是拆解这个过程，然后还有顺道安装 CarPlay 这个行车记录器，整个大体之上就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安装方式。接下来我们进行道路测试，这个有怠速熄火或是自动启停装置的装 CarPlay 要注意一个点，它铃木还是会有点正常耗电。当我们停下来之后，没有在发动的时候是靠这电瓶键，不要避免它电压。如果电压太低的话，请记得把这个怠速熄火先关掉，让它保持发动的充电。那另外安装 CarPlay 是要注意一下它这个跟风镜不能靠太近，不然它在骑在路上会有撞击的这个扣的那个共鸣声。你要稍微有点进去。稍微有点间隙，它就不会有声音。这个角角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碰到。来，我们现在可以看现在胎压第一个主画面进来是胎压。那我们左边有把遥控器坐在这个地方，在把手这个地方向下。那也有人装在上面的位置，看你哪边顺手都可以。腿长的话建议往上装腿短的像我的这种的话就可以直接装到下面，都可以，看你怎么样方便。那按这个中间的按键，它会切换到不同的画面。那手压可以切换到导航画面，你再按一下，它可以切换到这个后镜头画面。我是预设后镜头啦，因为平常可以当做盲点来使用。好，我们现在是要测试雨天的效果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我的触控？所以我们故意下雨天出来做测试，那难免镜头会有点水，大家包涵一下好，首先是这个萤幕你只要开蓝牙跟 GPS， 它就会自动连线到这个导航画面做预备。那这边到它城市级。这边出现所有城市，那目前这个地方显示是 Google 地图，那你可以选择导航王。那我们先做这个测试。那导航到哪边？阿美水饺好了。那你全程手机不用动，可它已经用的是手机跑这个城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萤幕是有水。可是并不影响它触控。它的这个手机萤幕你如果从 CarPlay 操作的话，它手机萤幕是可以关闭的不会一直耗电，所以手机是可以放在包包里面充电。那耗电还是比较增加一些，因为你还是要开 GPS 跟开蓝牙 WiFi。这都会耗电。这段是用 Google Map 导航来做测试好，接下来，先跳出来然后回到城市级的地方，看这个地方来决定有没有按到导航王。那这个地方就会切成导航王的一个标志。从 CarPlay 上面点选并不会执行程式，要从手机开启程式之后才会动。好，连线了。这个导航体验还是要手机这边来做操作才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 CarPlay 做操作了搜寻。
阿美水饺。那这个主要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在雨天的时候用导航，因为之前常会有雨天用导航的一个问题跟困扰。那这时候你只要把手机丢进去，放包包，你就用这个 CarPlay 来做导航就好啦，完全不受影响。那导航王，你从这个 CarPlay 里面你没办法把它这个程式叫出来，虽然看得到，你没办法把它叫出来。你还是要手机先开起来，在那边 stand by， 它才帮进去。那因为我们有装小风镜，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把一些雨滴限制到比较小，不会那么大雨，淋在荧幕上影响这个荧幕上的操作。接下来我们来看它行车记录器的效果怎么样。那首先看晚上的部分夜拍重点在于遇到强光有没有过度曝光的问题，然后静态呢能不能看清车牌，看对向的车灯照过来的状况怎么样，会不会过度曝光导致旁边都看不清楚了。停车的时候大灯打上去能不能把那个车牌照清楚，后方视角更明显，对方大灯照过来还能否看清车牌？地面上的标线图案是否清晰可见？强光干扰下，其他景象是不是还很清晰呢？那不愧是 Sony 星光级镜头 IMX307。至于日拍有多强我建议你们用慢放或者用暂停你会看出来有多强。如果没有把握，你可以回过头来回放之后再重新慢放或暂停，就知道了。结论平常我是拿来当做电子后视镜和盲点侦测用的，用来提升警觉性，避免后车靠太近。那跑陌生路线的时候，我会拿来当做导航辅助，那这是我主要使用方式。Google Map 的机车模式并不支援 CarPlay 的部分，这一点比较伤脑筋。那用汽车路线的话，要避免这个高速公路和收费路段，但是能有跑上那个高架或快速道路的风险。那用导航王 TN 的话新人有30天的免费试用期，之后是每个月60元，或是年费590块。那如果使用率高的话，是蛮推荐的，花点小钱用导航王是比较省事啦。目前我们安装的安博 CarPlay EN621，目前有那个预购的活动，前500台和特价，只要6980你就可以把这个国际大厂 CarPlay 带回去。就算没抢到预购的名额也不用担心。正式上市之后，定价9500元，使用我们的影片优惠码 MMBCU 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价购买链接在影片的说明栏。最后请留言你们这个影片中喜欢的片段，是安装之前选不同的位置测试呢，还是拆车安装主机，还是最后 CarPlay 的使用心得？那并附上喜欢这段内容原因。10月10号的凌晨0点钟截止当天下午会随机抽出1名幸运的观众，来把这个 Apex 的空滤盖寄过去给这个幸运的观众。欢迎各大业主、干爹干妈你们产品可以置入我，请直接和我联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各位观看，喜欢的别忘记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